好，今天我们来看一下 K8s Container Egress Service 的第3个 demo， 就是 K8s Service 力度的策略这样的一个 demo。那我们在很多的实际场景下会针对 K8s 里面的每一个 service 希望去设置一个访问规则，来控制该服务是否可以访问一些外部服务或者是 API。那这个时候我们的力度就是要围绕在一个具体的 K8s 级别上。那这个 demo 里面会包含2个内容，第一个是我们发布一个最基础的针对一个服务 K8s 的服务发布一个基础的策略，然后在这基础之上我们会做一些测试来确认其这个规则的生效，然后我们再会去作为针对这个服务进行一个弹性的伸缩，来观察一下在弹性伸缩的场景下我们的策略是否依然保持生效，并且能够自动化的感知到这样一个服务的变化。我们来开始做这样一个实验。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关于这个实验的这样的一个内容。我们会部署这样的一个服务就是访问一个网址一个网站的服务，然后我们会去做一个规则。这个规则是什么呢？具体的内容是在 K8s 里面有一个叫 MyApp 的服务，我们模拟它去访问一个外部的服务，也就是说我们希望在 MyApp 这个服务里面能够去访问外部的这样的一个网站，我们假设它是一种 API 那我们现在开始看一下。那么在这个实验开始之前，我们首先要去了解一下当前的环境是一个什么样子。那在当前我们整个这个策略上面呢，我们只放通了最基础的全局性的策略，也就是说我们目前只有这个到达这个关于一些 DNS 的基础访问我们目前只放通了这个，没有做任何其他访问的控制。那我们来去接下来这样的一个测试的内容。我们首先来把这样的一个服务进行部署。我们首先去创建这样的一个 service。 OK， MyApp 这样一个服务，对，我们创建它，然后我们再去创建一个规则，对应的规则，创建这个规则 ，sorry， 我们创建这样的一个规则。那这样我们的服务的这个服务以及访问这个服务的规则就就产生了。那这样产生之后，其实理论上讲就应该在我们的 F5 上面自动化的产生关于一个叫 MyApp 的服务去往外部的一个网址的这样的一个访问。那我们来分别看一下当前的 MyApp 服务在这个 NS600 里面然后 MyApp 服务是这样的一个 pod， 表达是这样一个 pod。那我们到 F5 上去看一下去。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它产生的一个地址列表里面会是什么样子。然后我们看到比刚才多出了2个列表。第一个是关于这个 NS600 service 的这个 source， 你看它这有一个标记source address， 这个表达的是 K8s 上的服务，也就是说它要做的事情是让这个 K8s 的服务去访问这样的一个目的的一个网站然后它已经获得了这样的一个原始的这个 pod 地址。那实际上这里面的 60.3 就是我们在这个里面服务所引用的这个 pod 的地址，我们可以看一下实际上你可以看到这是一个 60.3 的地址，对吧？那好，实际上这个时候我们如果去看实际的规则呢，我们是可以看到的，它产生了一个具体的规则，关于这样的一个应用 NS600 Namespace 下的这样一个应用去访问外部的一个服务我们具体的规则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规则那我们来去测试一下 OK。那我们就到这样的一个 APP 里面去我们到这样一个 APP 里面去，它属于 NS600 里面，我们进到这个 sorry， 我们进到这个容器里面去。好，我们来看测试一下我们访问的这样一个域名。加上一个参数，避免输出太多的内容。因为我这个是一个国外还在一个 GitHub 上面的一个页面，所以实际上在中国访问稍稍有点慢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实际的内容已经能够被访问得到了 OK。那我们下一步呢
来去做一个测试，然后我们去 scale 一下scale 一下，然后把它做一个扩展然后先把它增加这个副本数，然后我们再减少副本数，分别看一下这样的一个实际情况。那我们首先做一个副本数的增加，因为目前只有一个副本。OK， 我们做一个2个副本的扩展。那实际上这个时候我们看一下这个副本应该已经有2个了，对，它正在创建，我们看一下，稍等一下。OK， 我们可以看到它创建了2个副本，一个是刚才的 60.3， 然后一个新增的 60.18， 对吧？那我们这个时候去到刚才的 F5 上去看一下，相应的这个原地址里面它有没有产生对应的这个变化那我们可以看到刚才已经由 60.3 增加了一个 60.18 这样的一个地址，那这些都是真实的容器地址。那下面我们到这个 60.18 这个容器里面去看一下，它是不是也可以去访问。OK， 好，我们退出这个，我们重新进到这个容器，新增加的这个容器。好，我们同样的使用这个 sorry 再访问。sorry， 我这个域名没有这个。那你可以看到它是可以访问的。那所以说明这个在这样的一个设置下，这个我们新增加的这个副本也是可以访问的。那我们这里的增加多一个测试，我们实际上还可以看一下这个时候它可不可以访问其他的服务。实际上这个时候是访问不了的大家可以看到它是无法访问百度.com 的，因为我们在我们的策略里面并没有容许它访问百度.com。OK， 那好，我们下一步是去做就是缩减，我们把这个副本数重新缩回到这个1个副本。OK， 我们退出这个，我们退出刚才的容器。OK， 现在是2个副本，我们去降低为1个副本。好，我们看一下，那实际上这个时候它已经 terminating 了，对吧？我们到 F5 上去看一下去，这个时候它有没有变化过来？原地址，好，这个时候它已经没有了，对吧？大家可以看到，这时候刚才的.18已经没有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的这种伸缩内容就可以策略的就是这样被生效了。好，感谢大家。